家人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蛙哥。就在刚刚前不久 ，DOM 工作室发布了《时钟宇宙》第39集的第一部分，时长5分半，距离上一集《时钟宇宙特辑》第3集仅仅过去5天时间，这无疑是疯狂的。这一集全部都是打斗的场景，有非常多高燃画面。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电钻人联手，终于把钢牙鱼头怪给送回姥姥家了。我在这里吐槽一下，打这个钢牙鱼头怪用了3集的时间，现在终于完结了，太不容易了。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泰坦级别的马桶，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电钻人根本就不是对手。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泰坦电钻人开启了狂暴模式，超级大变身。这难道就是泰坦电钻人的究极形态吗？已经不能称他为凶残的野兽，现在的他就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实力恐怖如斯，样子可怕至极。我知道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蛙哥来讲解这一集的精彩细节和隐藏彩蛋。那废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对第39集第一部分进行逐帧解析吧。视频开头承接上一集，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电钻人一起联手和钢牙鱼头怪进行战斗。在第38集中，他们的打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虽然钢牙鱼头怪的牙齿非常坚硬，这操作都让我惊掉了下巴。奈何两大泰坦也不是泥捏的，在两大泰坦的配合下，泰坦电钻人在下面攻击，泰坦音响人在地面攻击，非常不错的战术配合，导致钢牙鱼头怪的大脚被泰坦电钻人给咬伤了，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愤怒。接着就是最新一集的战斗，让我们看看钢牙鱼头怪是如何愤怒的，是如何反击的吧。泰坦音响人和他近战搏斗，双方先是用拳头互殴，泰坦音响人中间还夹杂着手臂激光炮，对钢牙鱼头怪进行射击。这个时候注意看，泰坦电钻人竟然消失不见了，我们注意到他已经钻入了地下，准备从地下发起突袭。鱼头怪举起双拳砸向了泰坦音响人，这一下威力巨大。从这个对比来看，泰坦音响人的体型要小很多，鱼头怪作为马桶阵营泰坦级别的存在，实力非同小可。如果不是泰坦音响人用自己的武器阻挡，感觉这一下能把他砸倒在地。接着推开后，泰坦音响人发动音波攻击，这让鱼头怪看起来头晕脑花。紧接着赶快飞到空中，和鱼头怪拉开距离，再次发动了音波攻击。很明显能够感觉得到，这次的音波攻击直接拉满，威力巨大。鱼头怪半跪在地上，低着脑袋，被音波攻击给压制住了。接着泰坦音响人手持巨斧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向了鱼头怪。这个时候泰坦电钻人从地下赶了过来，大铁拳从地下伸出来，再次把鱼头怪揍倒在地。泰坦电钻人终于从地下钻出来了。此时我们注意到鱼头怪的脖子上有02的数字编号，这说明什么？他这种泰坦级别的变种不只有他一个，还有编号01，他是编号02，实力都这么厉害，那编号01的实力会更加强大。泰坦电钻人张着大嘴撕咬鱼头怪，简单粗暴，真的就如同野兽一样的攻击方式。注意看鱼头怪是如何应对的，直接用双手抓住泰坦电钻人的大嘴，这双大手皮糙肉厚，太强了吧，并且在力量上竟然压制住了泰坦电钻人。紧接着用头上的电锯开始反击，用电钻进行切割。泰坦电钻人用尽浑身力气，奋力一顶，和鱼头怪拉开了距离。然而战斗才刚刚开始，鱼头怪直接把电锯取了下来，作为武器拿在了手上，直接劈向了泰坦电钻人。此时的泰坦电钻人心里肯定在想，你有电锯了不起呀！还有电钻呢，我的电钻是你电锯的祖宗。于是就开始用2个电钻手臂疯狂的攻击鱼头怪，手中的电钻火花四溅，感觉鱼头怪就要抵挡不住了。泰坦音响人此时终于来支援了，从天上发射手臂激光炮，成功命中了鱼头怪的电锯，这让泰坦电钻人突破防线。威力强大的2个电钻和鱼头怪的身体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大量的番茄酱往外冒，整个场景相当刺激。鱼头怪的手臂也断掉，攻击还没有结束，泰坦音响人有点累了，他坐下来控制头部的小音箱飞了出去。当泰坦电钻人结束攻击后，鱼头怪已经失去了双臂，来到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小音响人已经飞了过来，围在他的身边，接下来就对着他发动了音波攻击。注意看鱼头怪的表情，脖子都360度大转弯了，非常的痛苦。最后他彻底的倒在地上，看样子已经凉了。然而泰坦电钻人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2只大铁手掰开鱼头怪的大嘴，想要把它撕裂，嘴里面还喷射出大量的火焰。这一幕太残忍了，太残暴了，可以看出来泰坦电钻人已经杀红眼了。他张开锋利的电钻大嘴，朝着前方进行怒吼，他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泰坦电钻人为何会如此的愤怒？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愤怒，让我们再次回归曾经发生的事情。电钻基地被一锅端了，电钻种族的大量成员都被消灭，这让他伤心过度，在悲愤交加下失去过理智。而现在虽然恢复了理智，在内心的怒火让他压抑到了现在。现在亲手撕碎了一个泰坦级别的敌人，他肯定是要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怒，替自己的族群报仇。如果说其他泰坦来到1号基地是因为敌对关系，就是要打败马桶科学家，泰坦电钻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替自己的电钻种族复仇，并且还有一个原因，营救女电钻人。正因为女电钻人还活着，
让他的内心也燃起了一丝丝希望。假如女电钻人也死，像泰坦电钻人这种性格、这种人设，肯定会彻底黑化。注意看，此时的泰坦影响人也走了过来，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想要试图安慰一下他。兄弟，不要再伤心了，一切都过去了，人活着就要往前看。给我一边待着去！看样子泰坦电钻人依旧没有彻底从悲伤中走出来，没有对过去进行释怀。看来想要让泰坦电钻人彻底放下心中的仇恨，只有2个办法：其一，把马桶科学家给干掉；其二，成功把女电钻人给救出来。只有这样，泰坦电钻人才能从悲伤的过去彻底走出来。当干掉鱼头怪后，他们以为战斗结束了，然而战斗才刚刚开始。泰坦影响人的一条腿突然被一只大手抓住，从这个大手的体型和样子来看，来者也是一个泰坦级别的突变体。接着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形，让我短暂的那么一刻有一种泰坦监控人的恍惚感，但他并不是泰坦监控人，而是编号01，并且我们注意到他的胸前也有能量核心，体型和联盟的泰坦不相上下，甚至比联盟的泰坦还要高大。他的出场方式非常暴力，抓住泰坦影响人的腿，给他提溜了起来，然后就狠狠砸向了地面。泰坦影响人也太倒霉了，突然被砸了一下，脑袋有点晕。他抬头朝着前方看去，想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个敌人的体型非常大，身前有编号01的标志，并且样子相当丑陋，应该是参考了《生化危机》里的追击者，样子和此时的突变泰坦1号非常像。如果不看他的样子，只看他的身体部分，我还以为是泰坦监控人被感染病毒变成了丧尸呢。不过丧尸宇宙第33集也更新了，这一集发布后，丧尸宇宙第33集的剧情分析我也会尽快做好发布。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一直等着看呢。当泰坦电钻人看到突变泰坦1号后，他的胸部突然张开，露出了里面的电钻绞碎机，发射铁链勾住了他，想要用铁链把他拖拽过来，用电钻绞碎机给绞碎。泰坦电钻人用尽了洪荒之力，但是突变泰坦1号纹丝不动，拖拽不动啊！这个敌人的力气也太大了吧！把泰坦电钻人给气坏了，张开大嘴喷射出大量的火焰。既然没有力气大，那我就喷射大火把你融化。敌人竟然拥有能量盾牌，抵挡住了火焰的攻击。我们注意看这个能量盾牌，好像是玻璃一样，但是效果非常明显，火焰攻击无效。让我们对比一下正版 Skibidi 宇宙 ，G-Man 也拥有能量盾牌，是黄色的能量盾牌。泰坦监控人也多次使用能量盾牌，太空阵营的成员也拥有强大的能量盾牌。不过突变泰坦1号的这个能量盾牌，感觉看起来不是很高科技。接着他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攻击方式，他的手掌心竟然可以发射激光炮，打在了泰坦电钻人身上。趁此时机，突变泰坦1号双手抓住了铁链。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他们身后，泰坦影响人也从地上爬了起来，抓住铁链的突变泰坦1号用尽全身的力量，直接把泰坦电钻人给甩了起来。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突变泰坦1号的力量要比泰坦电钻人大上不少。泰坦电钻人就如同玩具一样被轻松的拿捏了，不受控制的在地上进行滚动，最后引发了剧烈的爆炸，飞沙走石，场面相当混乱。这个时候，泰坦影响人飞到了空中，对突变泰坦1号发动了音波攻击，突然被偷袭了一下，有那么一点点反应，紧接着他就转过身来，硬抗泰坦影响人音波攻击的同时，再次发射了手掌激光炮，反应很快，躲避开了。此时的泰坦影响人飞在空中，他深知对手非常强大，普通的攻击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发动了他的最强一击，胸部核心反应堆喷射出大量的激光，依旧被能量盾给抵挡住。这个时候的能量盾和之前又有点不同，竟然有规律可循的一圈圈波纹，所以这个能量盾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普通，也是一个强大的防御武器。再次发射手掌激光炮，命中了泰坦影响人。接着他抬起手臂，张开手掌，我们注意到手掌中间有个洞，从洞里面竟然钻出了触手，触手朝着泰坦影响人飞去，直接贯穿了他的大脚，并且这个触手就如同胶体一样，可以随意的变化形状。现在牢牢的缠住了泰坦影响人的大脚，接着想要把他拖拽回来。然而泰坦影响人利用喷气背包发动全力想要逃脱，却失败，被狠狠抽打在地上。突变泰坦1号迈着大步朝他走了过去，走路的时候都导致地面颤动，发出巨大的响声。接下来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泰坦影响人的战斗力非常顽强，依旧没有放弃抵抗。当他站起身后，开始发动其他攻击。这个攻击对付一下杂兵还可以，现在面对的是泰坦级别的敌人，根本就不管用，直接免疫他的音波攻击，再一步步逼近他，非常具有压迫感的场面。泰坦影响人也知道没其他办法，于是就放下了手中的巨斧，要拼命了，双手臂抬起来，准备火力全开了。这里再来讨论一下泰坦影响人战斗力的问题。很多人在看完这一集的时候，感觉泰坦影响人的战斗力有点太弱，整场战斗的表现都是在刮痧。按道理他也是刚刚升级后登场没有多久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论是在正版还是在时钟宇宙中，泰坦影响人的定位都是在打辅助和协助队友进行战斗，他的攻击方式多种多样，非常炫酷帅气，在清理杂兵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
但是在面对同等级别的敌人时，又显得战力不足，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说明敌人非常强大，泰坦电钻人都不是对手，何况是泰坦影响人呢？这同时也符合他在剧情中的定位。此时旁边的泰坦电钻人受伤非常严重，他用尽浑身的力气想要站起来去支援自己的战友，然而自身伤势太重了，站都站不起来。此时我们注意看，泰坦电钻人竟然从脖子后面拿出来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像汽车轮胎一样的控制室。当大门打开后，首席电钻从里面走了出来，也就是说，首席电钻的控制室被安装在泰坦电钻人的身体内部。这么危险的时候，从控制室出来要干什么呢？接下来首席电钻说的话将会非常关键，我们听一下。You can't help it. Your body is not in its prime anymore. Steve, it is now or never. You must transform. 现在你的状态帮不了泰坦影响人，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达到极限。现在只有一次机会，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你现在必须变身才能帮助泰坦影响人。没想到泰坦电钻人还可以自己变身，开启狂暴模式，也是他目前的究极形态。为了打败强大的敌人，为了去救泰坦影响人，他决定变身了。当泰坦电钻人变身的时候，镜头来到了附近的战场，我们看到了泰坦女铅笔正在战斗，但是泰坦电钻人变身的动静非常大，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同样也引起了泰坦监控人的注意。此时泰坦电钻人身体周围的能量变得非常狂暴，就如同龙卷风一样在高速转动。首先我们看到了2个红色的大翅膀，翅膀上还有锋利的倒刺，然后就是巨大的爪子，和之前泰坦电钻人的爪子区别非常大，威猛霸气十足。而在远处的突变泰坦1号正在对泰坦影响人步步逼近，这么大的变身动静，突变泰坦1号竟然没察觉到，有点奇怪啊。接着我们看到泰坦电钻人已经变身完成了，他的手臂上还多了一个类似于助推器的装置，在高速的运转中，他紧握拳头，这一拳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大？光看这个架势就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一幕直接惊呆了我的下巴，大铁拳直接砸在了他的大脸上，整个脸部都被砸变形，接着整个身体都倒飞了出去，并且倒飞的速度非常快，距离相当远。变身状态下的泰坦电钻人也太厉害，这一拳的威力，我估计一辆火车都能揍飞。从刚才的战斗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突变泰坦1号可以完虐泰坦影响人和泰坦电钻人，可以说是目前实力排在前3的存在。战斗力第1是泰坦时钟人，第2名是反泰坦，他绝对可以排到第3。然而泰坦电钻人直接变身了，究极形态下狂暴下的泰坦电钻人实力直接碾压了他，一拳就揍飞了。接下来出现了非常搞笑的一幕，泰坦电视人还在另外一个战场，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突变泰坦1号直接倒飞了过来，躺在了地上。注意看泰坦电视人的表情，目前还处于懵逼状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可没有动手，你可不要讹我呀。接着狂暴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露出了他此时的面目，此时他的样子太震撼了，就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体型和整个样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头上的断角也长了出来，走路的姿势相当霸气，一条巨大的尾巴和一对血红色的翅膀，说明他接下来可以飞在空中进行战斗，再也不用局限在地下搞偷袭了。突变泰坦1号这个时候也处于懵逼状态，爬起来看向了远处，看看到底是哪个龟孙刚才打我的。狂暴状态的泰坦电钻人直接飞了起来，朝着突变泰坦1号扑了过去。这一集到此结束，可以预见的是，下一集的大战将会更加精彩。由于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是通过偷袭得手打了一拳，并且突变泰坦1号也刚刚登场，很多攻击手段还没有展示出来。2个重量级别的泰坦角色将会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史诗级战斗，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剧情发展。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很多观众粉丝朋友肯定也有一些想法，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变身来对付反泰坦呢？这样时钟老爷子可能就不会牺牲掉，不需要泰坦时钟人，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就能够对抗反泰坦。有这种想法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首先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可能要让有这种想法的人失望。我这里有2个理由说一下。第一个理由，未来时钟人在回到过去后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穿越回过去了，可能穿越回来了几百次乃至上千次上万次。他回到过去是想要改变过去，从而让未来得到改变，来阻止反泰坦在未来毁灭世界。他已经尝试了无数次的方法来改变回去，这其中肯定也包括让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来和反泰坦进行战斗。很遗憾的是，哪怕是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依旧被反泰坦打败。虽然目前的剧情中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画面，但是从未来时钟人的话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肯定发生过，所以未来时钟人才不得不做出他最后的选择，回到过去提前嘎了时钟老爷子。所以让变身后的泰坦电钻人来对抗反泰坦是行不通的，最后反泰坦依旧会毁灭世界。第2个理由，从电钻首席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泰坦电钻人变身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如果错过现在的机会，以后就不能变身了。所以他的变身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并不是想变身就变身的，并且变身以后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反泰坦攻打联盟的时候，泰坦电钻人根本就来不及变身，
就被反泰坦给终结了。所以想要打败反泰坦拯救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让泰坦石中人来对付反泰坦。这里还要说一下反泰坦的主人非常的神秘，绝对是来自外太空的敌人。能够发明如此强大的反泰坦，这个神秘主人肯定也不只有一个反泰坦。所以在未来，无论是联盟还是马桶阵营，都将会遇到更大的危机，那就是来自外太空的神秘主人，并且还会有不同于反泰坦更多强大的敌人现身。那就让我们期待未来的剧情发展吧。最后，大家如果对这期视频还算满意，就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吧，这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把让大家给视频点赞这句话放在视频最后才说，是因为在视频一开头就让大家给视频点赞，有点不太好意思。毕竟无功不受禄，只有做出让大家满意的视频，我相信大家才会订阅我们的频道，对视频的肯定才能赢得大家的点赞。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再接再厉，尽快更新下一期视频的。